上星期我做了一期0050正二的潜在风险讨论，我并不是要看衰这支 ETF， 只是想要遵循5州制药董事长的理念。魔晶最有力量，第一，先研究不伤身体，再讲究效。对，就是要先讲究不伤身体，再来看疗效。我对投资的看法也是一样的，要先清楚风险，再来看它的投资报酬率。我们现在就可以来深入讨论0050正二的优点了。我先来秀一张大人哥网站的图，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这几年正二教有这么多人加入了。这张图是2016年5月20号到2022年7月19号的投资期间，0050跟0050正二这两只 ETF 的比较图。你可以看到，在这个投资区间之内，0050上涨了 136.86%， 可是正二却上涨了 464.53%。这可不是2倍的涨幅，而是高达3.4倍的报酬，而且这还是在2022年整体股市表现不如预期的期间所创造出来的报酬。如果期间是计算到2022年的最高点的话，正二的表现可能是0050的4-5倍以上。所以这就是0050正二的第一个优点，它的报酬率要高于0050。如果你长期看好台股的话，为什么要去投资表现比较没有那么好的0050？你应该要 all in 0050正二才对啊。不过，大人哥的书里跟网站上面都有提到，我们应该要比较的对象应该要是报酬指数，也就是说要把股息再投入的报酬率也算进去。在刚刚那张图里面的0050报酬率并没有考虑股息，所以它的报酬率明显被低估了。因此，我们必须要找到股息再投入的资料来做比较，这样才比较公平。我这边用的是 YP Finance 的资料。如果跟其他地方有所差异的话，还请投资朋友跟我说一声。我们先来看看正二从2014年10月底成立到现在的累积报酬率。这张图里面虽然有考虑股息再投入，不过因为正二它并没有任何的股息，所以它的资本利得跟总报酬是完全相同的。从2014年的10月底到目前为止，它的累计报酬是1043%，也就是成长了10倍。从原始的20元成长到目前已经是200多元，这是非常惊人的报酬。那么同期间的0050，如果同样把股息再投入的话，得到的总报酬会是多少呢？你可以看到我从 YP Finance 设定的区间是相同的，都是2014年10月31号到2024年8月16号。0050在这边的总报酬是885%，其中股息再投入的部分是497.56% 的报酬，而资本利得是387.46%。我没有办法保证这些资讯完全正确，因为要把股息再投入计算到报酬率是非常大的计算量，这不是我今天的重点，所以只能暂时使用这些工具。简单的说，正二的报酬虽然不是0050的好几倍，以总报酬来说，也就是把股息再投入去计算总报酬，总报酬只有 1.2 倍不到。Again， 这个数字有可能不完全正确，但是0050正二的总体表现要比0050来得好，这是很明显的事实。所以正二的第一个优点，在台股长期向上的情况之下，它的表现要比0050要来的优异。第二个优点，我们之前提过，台股是一个殖利率非常高的市场，平均每年的殖利率高达 4.1%， 所以期货会长期存在逆价差。正二投资在台指期货上，用2倍杠杆的曝险，所以每年大约可以获得 8% 的殖利率。只要台股不断的填息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正二每年就可以获得 8% 的投资报酬率。当然，这个前提也是必须要填息，也就是说，台股必须要长期向上，跟刚刚提到的第一点，台股长期向上是相同的道理。在台股长期向上的这个前提之下，如果你想要用杠杆来投资台股，其实有很多种方式，我这边简单整理出3种。第一种就是投资杠杆型 ETF， 也就是正二00631L。第二种是贷款，可能是信贷、房贷，或者是用股票去质押，投资在0050这种市值型的原型 ETF 上面。第三种则是直接去模拟正二的投资方式，投资人可以直接持有台指期货的方式去投资台股。我们接下来就比较正二跟这其他2种开杠杆方式的优缺点。首先，我们先来比较直接持有台指期货。既然正二是投资台指期货，用2倍杠杆的方式来投资台股，享受台股上涨的优势，还可以获得期货的逆价差，那么身为投资人为什么不可以直接去持有台指期货？何必要付出管理费、经理费、保管费等等的支出去投资正二呢？我这边直接用书中的表格让大家看看这2个费用的差异。
这是0050正二2022年1年的总费用率，你可以看到它有手续费是 0.09%， 交易税 0.12%， 申购费、经理费是 1%， 保管费是 0.04%， 其他费用 0.05%， 总费用加起来全年的内扣费用是 1.15%。 在相同的曝险之下，如果你直接投资一口台指期货的话，每个月都需要去转仓，1年转仓12次，每年所需要的成本只有3168元。但是投资到正二上面，如果你要有等同360万的曝险金额的话，你只需要投资180万。这时候你需要付出的投资费用就是20700元，这个费用是投资到台指期货里面的 6.5 倍。如果从费用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当然是直接投资台指期货，何必去投资正二呢？不过如果你想要投资到台指期货来达到跟正二相同的2倍杠杆的话，其实有很多问题需要一一去克服。第一个是每个月都必须要转仓，也就是说你1年至少要交易12次，交易的次数越多，你就会越面临到人性的挑战，因为在每一次的转仓当中，你就会不断的怀疑自己，如果市场行情大好的话，你为什么只用2倍的杠杆？你为什么不提升到3倍甚至4倍、5倍去呢？如果遇到市场行情不好的状况之下，你还要持续去转仓去扛着这损失的风险吗？是不是要等一下，等市场稳定之后再进去呢？在这1年12次的交易当中，只要你稍微犹豫了1次到2次，你的获利可能就会跟杠杆型的 ETF 有了天差地远的差别。第二个，期货有保证金机制，当市场大跌的时候，就像前几个星期一天跌掉了1800点，这时候你可能会面临融资要追缴的风险，甚至会被断头。如果你是拿股票去质押借钱的话，其实也是面临相同的风险。当股市大幅下跌的时候，你很有可能会面临断头的风险。最后一个是再平衡的困难，当股市大涨或是大跌的时候，你必须要去调整自己曝险的比例，可能要买入更多的期货，或者要卖出部分的期货，不然你的曝险是会偏移的。所谓的曝险会偏移，就是如果你不去调整或去再平衡你的部位的话，上涨的时候你的杠杆可能会不足，但是到了下跌的时候，你的曝险很有可能会过大。而以上的困难，从0050正二的角度来看，完全不是问题。你付出了经理费，刚刚提到的转仓、再平衡或者是保证金等等问题，都有专家在制定好的机制之下为你解决。这是0050正二相对于投资到台指期货里面非常明显的优点。我们接下来探讨，如果0050正二它的曝险大约是0050的2倍，我可不可以去信贷相同的金额，然后全部投入到0050里面呢？举个例子来说，如果我有100万的资金，第一种方式是把这100万全部投资到正二里面，也就是说你的曝险大约是200万元。另外一种方式是我自有资金是100万，但是我利用信贷再去借出100万出来，我就有200万的资金通通放到0050里面，这样的结果会不会比较好呢？我们可以先来说说利用贷款的方式投资到0050的缺点。第一个是贷款是有成本的，使用贷款去投资一定会有利息的支出，不论你是信贷还是房贷，都会面临大约至少 2% 的利息支出，这会侵袭到你的投资收益，特别是在市场表现不佳的时候会更明显。第二个是市场风险，如果市场下跌的话，投资人不但面临资本可能会损失，还必须要偿还贷款，可能会导致财务的压力跟心理上的压力。第三个是资金的流动性，如果你要去跟银行贷款100万，可能还算相对简单一些，可是当你的资产规模大一些，例如到了1000万，你想要跟银行借1000万，其实不是一件相当容易的事情。如果是信贷的话，你的月收入必须要很高，因为信贷它的总金额不能超过你月收入的22倍。再不然你就是要用房贷，你可能要有一栋1-2000万以上的房子，而且没有其他贷款，才有可能让银行借你1000万元。所以刚刚提到的3个借款去投资0050的缺点，其实相对来讲就是投资到正二的优点了。第一个，你完全不需要借贷，你有多少资金放到正二里面，直接就是2倍的杠杆，100万就会得到200万的曝险，1000万就直接得到2000万的曝险。第二个，因为你没有借贷，所以你就没有偿还贷款的压力，这在市场下跌的时候可以减轻很多的财务或者是心理压力。第三个，不论你的资金量是多少，是100万、1000万还是1亿，投入到0050正二里面，你可以直接获得2倍的曝险，完全不会有借不到钱的问题。最后，0050正二在长期复利的情况之下，还有可能会创造出2倍于0050的报酬，所以最后的总报酬有可能会高于你贷款直接投资到0050里面。综合以上所述，如果你长期看好台股会往上走，想利用杠杆来扩大收益的话，常见的方法有以下3种。
第一种是把资金投资到0050正2这种杠杆型的 ETF 里面，第二种是直接持有台指期货来投资台股，第三种则是利用贷款的方式，可能是房贷、信贷，或者是把股票拿去质押，然后用来全部投资到0050。我个人认为，把资金放到正2里面，这种2倍杠杆型 ETF 的优点是明显碾压其他2种方式的。不过，我觉得看好台股长期向上的这件事情还是有程度上的差异的。有个网友问我说，如果他想帮他的小孩做长期投资，也就是投资的期间有可能长达50-60年或甚至更长的情况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有什么因素可能会让正2的绩效比0050要来的差呢？我想说的是，正2在过去10年之所以表现会比0050要来得好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台股在过去的10年平均年化率非常的高，不只是10%，甚至高达15%。可是我并不觉得这种高达15% 的年化报酬是一种正常的现象。在未来长达50-60年的投资期间，台股的年化报酬率有没有可能回归均值呢？也就是说，长期的年化报酬率，我这边指的年化报酬是包含了股息再投入的年化报酬率。这种长期年化报酬率有没有可能低于5%，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任何的报酬呢？这并非完全的不可能。例如战争风险，就像现在的俄乌战争一样，一拖也许就是10几20年。又或者台湾回归到祖国的怀抱，不再是使用资本主义，而是共产主义的话，到了这种情况，0050的表现一定不怎么样，而正2它的表现一定会更差一些，有种大家一起比烂的感觉。我不觉得台湾有什么特别的因素，让长时间下来，它的股市一定表现得比其他国家要来的出色。台湾的经济表现比较好，难道其他国家不会迎头赶上吗？特别是把时间拉得这么长来比较的话，会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。所以把资金分散到全球的经济体里面，长期下来的胜率很可能会比你单押在台股上面要来的高一些。最后，我觉得正2是一支非常有趣的 ETF， 所以我才会投资一部分的资金在这支 ETF 里面，并且做更多深入的研究。但是股市接下来会怎么走，真的没有人知道，我们只能持续的观察，并且持续做调整了。我接下来还会持续分享书中提到的正2投资法，如果你有兴趣想要了解更多的话，欢迎帮我按一个赞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分享给更多的人。我们下支影片见。